美国海军情报处沟通，希望得到更多的支持。你知道，之前我们提供的小鹰战机设计图和发动机原型得到了高度重视，所以他们这次特地派了一名情报官来协助我们。拖出去！大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说呀！马上追查这个东西的下落，找到它，完好无损地交给我。
的情况，上级判断，这可能与小鹰携带的特殊炸弹有关系。难道日本人能够制造原子弹？日本人还没有这种技术，但是不排除他们正在研制一种高威力炸弹，用于玉碎计划。高浓缩铀可能就是这个炸弹的核心环节，我们要尽快找到高浓铀，将它摧毁。那个盟军情报官，你见过吗？没见过，但是听老贵说他是一个中国人。孟光吗？孟光，李克明。来，请进。哦，这位是樊路。金属容器。金属容器，2个，是不是这个？你怎么有这东西？这是日军储存放射性高浓铀的密封罐。什么？纪刚这个王八蛋，居然让我弄这么危险的东西！你说这东西被盗了，什么情况？我看了日本人的调查报告，又实地勘验了一番，发现那个地方戒备非常森严。唯一的突破口就是通气窗，可是通气口实在是太小了，成年人根本无法通过。除非那个人会缩骨功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查了，上海只有3个人会这样的功夫。行了，不用麻烦了，我知道是谁干的了。谁啊？高飞。你怎么那么肯定就是他？说起来，这件事情和上海公司还有关系。我根据外勤的报告，日军正在一处秘密军火库设立研究所，全力研究改造小鹰。所以我们通过外勤悬赏，雇佣了大盗高飞，任务仅仅是让他摸进去调查。现在看来，这小子贼性不改，竟然把高浓铀给偷了。那这么说，
高农游在我们控制中了。我们跟他的联络已经全部断了，但是东西应该还在他手上。他离开 CPA 的时间是1935年，那个时候上面和美国不像现在这么密切。你查到什么了？暂时还没有。不过经理，我希望你能利用跟他是老相识的关系，好好的盯住他，查出这次他出现的真正的目的。谁的反间计吗？我正是担心这一点，所以才启用你这边案子前去探探路。
么来了？今儿怎么有空来我们翠烟公馆呢？是来玩啊，还是要姑娘们去你们军营啊？怎么了？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再跑，开枪了！高飞，你逃不掉的！难缠的女人，幸亏少爷会两招。少爷，来，你先下去吧，我一会儿来找你啊。去吧。找我啊！哎，高飞那儿怎么样？高飞已经逃出了日本宪兵的搜索圈。哦，咱们这儿最好的2名追踪高手已经跟了上去，很快就能找到他的藏身处了。哎，不过你知道，我的目的不是要抓高飞，而是要他手上那2个从吉冈那儿偷来的罐子。少爷放心，我早吩咐过了，只盯人不动手。卖报！看飞碟打到翠烟公馆！卖报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带人去搜查4马路？高手？是的，大佐。上海滩会这种功夫的高手并不多。昨天晚上，我就是针对其中的一个对象进行围捕，可惜他太狡猾，被他逃脱了。别气馁，你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。我会命令特高课全力协助你的工作，尽快找回丢失的试验原料。嗨。小禁军，哎，你去特高课，把所有有关缩骨功以及上海滩会这种功夫的盗贼的资料拿来。大佐，您不是将这个任务交给严井小姐全权负责了吗？不，中国人有句俗话，宝不能压在一个地方。去办吧。哎。李克明怀疑孟光有问题。
人追踪出高飞的藏身之处。你还早就知道了。给你，为什么？这是高飞的销赃渠道。我现在主要的任务是调查孟光，所以只能帮你这些了。有这些就够了。倒是你呀，调查归调查，得假戏真做，旧情复燃啊！李克明会哭的。瞧你这张嘴，吃你的苹果吧，我走了。哎。被捕的真相。樊洛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我没事儿。你要是觉得为难的话，可以拒绝这个任务。我会亲自执行这个任务，调查孟光的底细，跟他来此的目的。好。刘经理哪去了？老刘和我是老交情了，从来都很爽快，没你那么多麻烦。哎，您这个东西啊，不但是纯金的，而且做工这么精细，我呀一时看不出价来。您啊多包涵。上游等钱用，也不跟你废话。就这个数。哎呀，本店实在太小，一时拿不出那么多。你看这个价怎么样？成交。不过我不要汇票，只要现金。这好吧，您呢先在这养会神儿，我现在给您筹钱去，好吗？去吧，不过你可快点啊！哎呀，你放心吧。怎么样，高飞来了？来了，在里面。东西他带着吗？只拿了防护网，看来东西被他藏在其他地方了。先抓人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既然拆了防护网，那么除了高飞他自己，鬼知道他把东西放哪去了。
我会再复查一遍。好了，今晚我邀请你来我家，可不是听你谈工作的。难不成露露是想和我叙旧？当然，我也想了解一些你的事情。当年你怎么就突然离开了？既然落到你们手上了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你个日本婆子，为什么不把我送去宪兵司令部？真难听！什么日本婆子？我可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。狗汉奸！哼！我要是狗汉奸的话，那天晚上你躲在翠烟公馆的房檐上，我就该把你抓起来。难道那天晚上你就发现我了？这算什么？你这自以为是的什么上海滩大盗，在我们眼里，顶多就是个跳梁小丑罢了。你想把我怎么样？保存到现在。
这卷飞林里的内容是德国人研制的辐射弹激发控制装置，用于机载投掷辐射炸弹。它的原理利用电波频率出宝，非常先进。这么说，日本人应该已经掌握了炸弹制造技术，只不过在机载出爆技术上还需要德国人的技术援助。辐射炸弹和原子弹有什么区别？它和原子弹比，没有那么复杂。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特殊的毒气弹，但是它的杀伤力、辐射范围以及持续时间，都是一般毒气弹所无法比拟的。那如果使用会有什么后果？如果引爆的地方是在城市，它辐射范围内80%的生物将在24小时内全部灭亡，以及辐射范围内所覆盖的所有生物，在今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无法存活。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日本人的玉碎计划已经一目了然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在日本人之前找到浓缩铀。法洛，你怎么能把孟光带到总部来？因为事情紧急，而且你我的身份根本无法回避。如果他想调查，王朝是藏不住的。我怀疑孟光此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火控图纸的菲林。你说他真的已经投敌了吗？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，但是孟光一定隐瞒了什么东西。如果他真的是汉奸，那么整个上海公司都将暴露在日军面前。我知道你和孟光曾经是恋人，而且那个家伙加入 CPA 也是为了你，但是我必须要再一次的提醒你，我不用你提醒我的责任和使命。如果他投敌，我会杀了他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别提了，我今天可是特意穿了男装回来的。怎么了？高飞没抓到？抓到了，可是那家伙把我们当成了仇人，死活不肯开口。我可不信你连这点小麻烦都克服不了。你对我倒是有信心。对了，你那边进展怎么样？孟光很可能是为了辐射炸弹的控制装置而来。是设计图吗？我们可没有那个东西啊。设计图已经找到了。说来很巧，那东西就藏在你送给我的战利品中。如果不是孟光，可能至今我们都不会知道。那他岂不是日本人的暗桩吗？那你和李克明……现在还不确定，只是孟光一定隐瞒了什么。我的身份你不用担心，我相信孟光不会害我，只是你千万不要让他怀疑到。要不要尽快把孟光处理了？姐，你就是心太软。完成任务。我说过，我一定会把菲林拿到手。当然，为了弥补火控图纸被 CPA 掌握这个失误，我愿意告诉大佐一条非常重要的情报。什么样的情报？日本宪兵司令部里
有 CPA 的内鬼。不可能。大佐，先别着急否认，我已经查到了一些线索，我想很快我就能把这个内鬼给挖出来。这个消息很重要。不过，要是比起这个，我更重视上海 CPA 的内部的情况。你应该和他们接上了头，头是谁？掩护身份又是什么 ？CPA 对我防范非常严密。门口盯梢的人，你也看到了，到今天为止，我都没有见过他们的头。所有的信息都是单线联系。你最好不要玩什么把戏，你的一切可是掌握在我们手里。尽快把图纸菲林找回来。如果你有二心，结果你是知道的。帝国是不要废物的。高飞怎么样了？没得救了。还有多长时间？不超过24小时。还有，尽量避免与他发生直接的接触。难道辐射也会传染？一般情况不会，但是因为他长时间近身接触高浓缩铀，呼吸器官与肠道中可能残留放射物，所以不得不防。尊严，我一直以为做贼是没有尊严的。那你为什么要做贼？小时候家里穷，兄弟姐妹又多，爸妈含辛茹苦的拉扯我们，可是每年冬天还是会有弟弟妹妹，不是被冻死，就是被饿死。我是老大，必须做点什么，可是除了偷，其他的什么也不会。这些年我也算是闯出了点名声，可是除了往家里寄点钱以外，我不敢回去一次。那为什么不回家呢？怕爹妈不要我那些钱，怕他们不认我这个飞贼儿子，怕他们受到我的牵累，怕他们逼我娶媳妇。娶媳妇儿你还怕呀？你高飞可是风流的很呢。我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就是在翠烟公馆吧？我那是……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到现在连女孩都没有亲过。居然都还没成家。你是个好姑娘，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就好了，说不定我会追你。那现在追我也不晚呢。
果然是你，没想到今天还能有这样意外的收获。巴卡，我想你应该知道自己的结局了吧？你的家人和你一个下场。快告诉我，那两罐东西在哪里？你以为我会相信这畜生的话吗？我活不过今天了，我死了以后，谁也别想找到那两罐东西。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就死了，我要让你好好尝尝我的厉害。上！味道不错。如果你不说，那么我会让你的家人全都陪你体验一下这种快感。说，东西到底在哪里？你要再不说的话，你的家人将跟你是同样的下场。是我们初次见面的地方，给我个痛快的！他们还有同伙，给我追！快快！啊，进来。怎么那么急啊？我接到你电话就过来了。日本人玉碎计划的真相已经清楚了，我必须亲自回重庆，报告这一重大的发现。我本来还想在回去以前与你好好聚聚。等战争结束吧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好，那我送你吧。不用，我来。好。大爷，进来吧。好，我们去那边坐啊。为什么要？
放心吧，我跟你一样爱她，我不会伤害她的。往前走。快走！醒了，我们一起走吧。我们一起去美国，离开这个纷争的世界，好吗？你别妄想，我是不会和一个叛徒走的。你还有的选吗？你别忘了，我手里面还有一张王牌。你是怎么发现西西的？西西，现在说这个还重要？从他那天在公园出现，我就怀疑他了。你千万不要告诉我，他是什么李克明的追求者那一套。一名 CPA 员工，怎么可能会让一个普通女孩掌握他的行踪呢？你不觉得可笑？可是我们已经断了和西西的联络。可是你斩不断亲情，你太大意了。那天我去你家的时候，在你家的钢琴上放了一个窃听器。谢谢提醒。不谢。好了，现在你的牌都打光了，可以跟我走了吧？谁说的？我还有王牌没有出呢。还有王牌？就是你。只要我留住你，我就没有输。我一定要先制住他，趁他不注意，到时候袭击他的腹部，攻击他的弱点。妹是不够致命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还在顾念我们的旧情吗？你根本不配王牌的身份，也不配成为我的对手。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放下手中的匕首，要么跟我走，做我的女人，要么死。成长为一个合格的杀手啊！不再为情所困，信念坚定。你不忘我当年
宁愿违抗命令，也要舍命救你。荣光，明晚 A 组的锄奸行动由你监督执行。你的主要任务是扫除，不是扫除敌对的威胁，而是扫除失败的我方。这儿，你这次监视的主要目标是樊露。别动。您看看水果，可新鲜了啊！哇，这桃子不错，哎，我看看，这个也不错。我给你介绍一位新同事。哎，干嘛？不得无礼！
被某个行径卑劣的家伙偷袭而已。严谨少佐，我的军衔可是中佐，是你的上司，请你说话注意点分寸，不要乱了尊卑。哦，你想拿军衔压我？果然是没有实力的样子。够了，够了！我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过节，以后你们2个都是我手下的人，不能够有这种毫无纪律的斗争，明白吗？嗨，大佐。好的，齐刚大佐。严谨少佐。中佐这次来的任务是负责黑索金交易，不过他虽然优秀，却对上海的情况不太了解，你可以多多协助他。嗨，哈哈，争强好胜嘛，没什么，但是适可而止。好了好了，既然2位有点小误会，不如今晚我做东，我请你们去王朝歌舞厅，一来是给中佐接风，二来让你们多了解一下兵士前线。多谢大佐美意。演员中佐，你多谢了，我不过是好奇而已。好了好了，你们是来斗嘴的吗？今天叫你们来是让你们放松一下兵士前嫌，让你们合作，懂了？嗨，坐下。我不知道啊，吉冈太君，这个人不是我们王朝的人，他是混进来的。你要相信我，我一直都是良民啊！我刚才还在救严景少佐，真的，太君。你这样子走进来，难道你没学过最基本的礼貌吗？吉冈大佐，我发现你手下的特工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宪兵队可能潜伏着敌人的眼线，这是危言耸听，扰乱军心。如果你拿不出确实的证据，我会让你对刚才的话付出代价。这是大盗高飞的资料。高飞，一个飞贼而已。这就是你所谓的证据？一个江湖上的飞贼，无缘无故怎么可能潜入帝国秘密军火库，还盗走了高浓油？你认为这真是一个巧合吗？你的意思
是有人指使高飞？这是显而易见的。我怀疑指使高飞的是军统或是中共，而且高飞一定还有其他同伙。不错，小金副官抓住高飞以后，在逼问他浓缩铀下落的时候，高飞被他的同伙灭口了。可是有原料，最终还是没有找回来。这是高飞的狡猾。负责这个盗窃案的应该是岩井少佐吧？你竟敢怀疑我的手下？我怀疑所有威胁帝国的人，岩井少佐必定与此事有关联。可是我想不通，岩井少佐是岩井家的女儿，岩井少佐的父亲是岩井健二，帝国的英雄，特战的高手，而且他是死于 CPA 这个秘密组织之手。岩井少佐与 CPA 有着杀父之仇，我真想不到他与 CPA 有什么合作的理由。我觉得大佐应该派人监视岩井少佐的一举一动。人嘛，总是会变的。对于那些信仰不坚定的人来说，就算是杀父仇人，他们也会联手。这样的例子在帝国历史上并非罕见。那只是你的猜测，并没有证据。我不会因为你这些猜测就去调查监视一名优秀的帝国特工。好了，不管我的手下表现怎么样，不用你费心。现在出去吧。经过调查，这个杀手名叫阿东，是高飞的绑兄弟。高飞不是吉冈的副官杀死的吗？为什么找西西报仇？当时的确是我开枪打死了高飞，看来他已经把我当成报仇对象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阿东的出现一定会引起吉冈对你的怀疑，你要多注意。对了，昨天吉冈身边的那个女人是什么人？哦，她叫野原基子，是关外来的日本特工。关外？她身上有什么任务？目前吉冈正在收购大量的黑索金，野原就负责黑索金的交易。黑索金？这么普通的东西，真不知道吉冈为什么那么在意。女士优先。喂，郭爱卿，你搞什么名堂？几次三番坏道上的规矩。好了，他不是外人，何况你以前帮过他。不要搞错，我那么做，只是为了还你的人情。洛洛，这小子外号叫万事通，上海滩的事儿他最清楚。桂海清，事不过三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我们恩怨两清，谁也不欠谁了。可以。你们想知道什么？吉冈和什么人交易黑索金？是个欧洲商人，我就知道这么多。如果有新的情报，我会再联。
这些土贼抢黑索金干什么？听说，军统的人与本地帮会势力关系相当密切，也许这是军统暗中雇人做下的。巴卡，巴卡，祭司，你马上带人去围剿风雷堂，一定要抢回黑索金。抓我们！2米。袁麻子人呢？袁麻子早就不是我们的人了。如果他做了什么冒犯太君的事，你尽可以抓他。你以为你的一句没关系了，就能把风雷堂摘干净？袁麻子犯下这么大的案子，你们事先会没有风声吗？我知道袁麻子人还在上海，只要你供出他的藏身地，我不会亏待你。不然，风雷堂必定鸡犬不留。太君，袁麻子做下那么大的案子，他不可能算不到你们会来追杀他。这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如果抓不到袁麻子，严谨少佐。你在干什么？中佐阁下，请您记住，这儿是上海，是吉冈大佐的管辖区。你只是一个临时调来协助工作的军官，有些事情不要做出格。哼，出格？真是好笑啊！严谨少佐，你是为这群中国人求情吗？帮会是帝国控制上海的助力。风雷堂一直都是表率，他们与皇军的关系密切。你为了一个被除名的帮众大动干戈，如此不知轻重，这件事我会如实向吉冈大佐汇报。你居然为了这群中国人顶撞我！我只是就事论事，希望中佐阁下为大局着想，控制自己的言行。我今天就是要拿风雷堂开刀。谁也别想阻止我！给我上！混蛋！你们都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吗？他们可是上海宪兵队的人。
西西，我现在怎么样？挺好的。给我个痛快的！什么事儿？这么着急？不能回家说吗？我被跟踪窃听了，吉根怀疑你的身份了。我想还没有，应该是那个野人姬子。你要小心，看样子他是盯上你了。所以我现在不适合回家住，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我和你的关系。你身份上的问题，我已经做了应急处理。我现在担心的是阿东，他的确是个麻烦。算了，到时候随机应变吧。你自己一定要小心。阿东的事情，我会再想办法的。你自己也小心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走吧。别以为这样，我就会领你的情。袁麻子，你这是把兄弟们往死里逼呀！我该死，不该猪油蒙了心，接了日本人的货，都是我的错。我甘愿去日本人那里自首，绝不连累兄弟。放屁！现在日本人死活把你当成我们的人了，你以为日本人是好惹的？就算你把东西全都还回去，他们也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
那现在。 归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 你是怎么认识岩井小姐的，或者说 T 小姐？你说是她打死了高飞，是你亲眼所见？你明明知道你的兄弟是岩井希杀死的，现在。 我给你报仇的机会，这个机会你要或者不要，全由你来决定。你为什么要陷害自己人？你有什么目的？我有什么目的，你不需要知道，你只需要知道你的仇人是谁。你的仇人是岩井少佐。 而我，也恰巧想除掉他。并且会把抢来的所有黑索金都交给我。那你准备怎么帮他们摆脱日本人的纠缠？苦肉计。苦肉计？我让风梨堂的人自己放风，演一出黑吃黑的好戏。日本人能相信吗？他们会信，因为抢风梨堂的人是 CPA。CPA？ 高明。 如果这样的话，吉冈就会转移视线，风雷堂就能全身而退。不过有一件事情，我还是没想清楚。什么事？据袁麻子说，是有人雇他们去抢黑索金。那伙外籍商人的行踪也是那个人提供的。这些黑索金虽然不少，但对日本人来说却并不多。就算日本人的补给不足。 也不会因为这么点东西就大动干戈吧？我也有过这个怀疑。我总觉得，整件事情被一张很大的黑幕所笼罩，而在这背后，肯定有一个巨大的阴谋。我们在这猜想也没用。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袁麻子手上的黑索金，我们要如何处理？我准备利用军统的交通线，全部运出上海。 然后联系我们的人，再秘密地送到根据地。不管吉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这批黑索金都将成为根据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弹药原料。让吉冈这个老鬼子尝尝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滋味。大佐，我已经找到了岩井少佐叛国的证据。 通过刺客的口供，岩井少佐就是一开始雇佣高飞偷倒高浓油，又将其灭口的 CPA 成员。你到底与岩井家有什么仇恨？大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以你中野高材生的能力，难道连这么拙劣的伪供
你都分不清是真是假。大佐，您不会是想包庇下属吧？八嘎！如果不是岩井少佐给我们高飞的线索，我们根本不会想到一名精通缩骨功的高手潜入我们的秘密仓库。如果高飞是岩井少佐雇佣的，那你告诉我，岩井少佐为什么要提供高飞的线索？可这个口供怎么解释？知道这里是什么吗？这是岩井少佐的秘密档案，是从驻屯军机要室调阅过来的。不可能，他怎么会有这份文件？这一定是伪造的。你是在质疑大本营和驻屯军以及我吗？岩井少佐是岩井健二的女儿，早就潜伏在 CPA 上海分公司里面，为帝国立下不少汗马功劳。而大本营07号密令授予岩井少佐可以接触敌方情报机构，讨取情报的行动权限。关于岩井少佐对帝国是否忠诚的调查，我希望就此结束。至于你，我最后提醒你，上海宪兵队只有一个司令，是我，吉冈正茂。怎么回事？太君呐，太君，你们可算来了，要为我们做主啊！你又是谁？你们堂主呢？我就是太君要找的袁麻子呀。我们堂主被 CP 那么憋死，打着重伤啊，眼瞅就要不行了呀。袁麻子，别在那嚎丧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之前确实劫了几个洋人的货，可那是我不知道是太君想要的东西啊。都是 CPA 那帮瘪三，别老子说那几个洋人运了宝贝，可谁知道那是炸药啊！这么说，是 CPA 的人雇你抢了洋人？是，就是这样。凤梨堂在上海滩也是有名有姓的，要不是被人骗了，怎么敢动太君的东西啊？那么，黑索金呢？提起这个我就来气呀！太君上次来过之后，堂主就四处找我，要我把东西运回给太君。我自知有错，就想着亲自把东西送到宪兵队负荆请罪。可谁成想半路上杀出一票人来抢劫，我和堂主带着弟兄们决死抵抗，结果就闹成这样了。你怎么知道是 CPA 做的？太君的，如今这上海滩谁不知道这东西是太君想要的？除了 CP 那帮瘪三，谁还敢打这个歪主意啊？好，既然你说是 CPA 的人干的，那你说说，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啊？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不男不女。放肆！还耍弄帝国军人！太君，我怎么敢耍弄您呢？的确是个不男不女的娘娘腔啊！不男不女的娘娘腔。大佐，什么事？凤雷堂出事了，黑索金被 CPA 劫走。我知道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那批黑索金现在应该在出城的路上。大佐，这不要太惊讶，我有我的消息渠道，军统的运输路线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等那些自以为得计的 CPA 们发现早已落入我事先安排好的埋伏圈后，接下来的事情一定会很有趣的。停车！怎么了，队长？有点太顺利了。你不觉得小日本没必要为这么点炸药大动干戈吗？这说明日本人气数已尽了呗？难不成他们搞这么多事儿是为了算计我们？改变路线，我们去河边，改走水路。队长，这和原计划不一样啊！别废话，做这行就得随机应变。执行命令。是。
是宪兵队纪纲。怎么了，大佐？行动失败了？不，他们临时改变了路线。难道他们对我起了疑心？可能只是押运的人谨慎，他们肯定改走了水路。搜索所有的河道，加派巡逻船。嗨。陈老大，你船上的另一半货物都是盐，对吧？对，是盐。我全部买下来。你们几个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把他的盐和我们的货物捆在一块，全部扔到河里。是。你们快！快点，那里。
审讯室里的那个犯人死了。什么？我们去看看。你们是怎么看守的？报告中佐，门外一直有人看守，没人离开过岗位。尸体还没有僵硬，凶手应该是刚刚离开。你派人封锁司令部，严加盘查所有进出人员。去。嘿。大佐，你发现了什么？都是水。糟了，刺客一定是水管工。走了。把尸体处理掉。嘿。通知大门，一定是穿着便衣跑了，让他们拦截所有我方人员，核查他们相貌特征。发生什么了？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了七小姐，想化解你们之间的一场误会。你最76号已经证实了阿东是军统的外围特工。大佐想要证明什么？那个化妆水管工刺杀阿东的必然是 CPA 的王牌。他们杀人灭口，想利用反间计除掉岩井少佐，因为岩井少佐熟悉他们的行动方式，所以利用阿东来盘污岩井少佐。大佐的意思是，这一切都是 CPA 的诡计。所以，我希望你能与岩井少佐冰释前嫌，携手对敌。我们的敌人非常狡猾，居然敢在宪兵队杀人，必须要报复。是，大佐。我已经有了一个周密的计划。什么计划？我要公开向 CPA 的王牌挑战。
个野原姬子，却始终咬着西西不放。我觉得这个女人是一个潜在的危险，而且疯狂好杀，必须尽快除掉。根据情报说，这个女人很惜命，每次外出都有重兵保护，乘坐的车辆也经过钢板加固。那只能使用重机枪了。可这个大家伙携带不便，而且在市区更难使用。只要知道她的行踪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哟，新鲜川便装出来了。怎么样？不比你姐差吧？哎呀，人家都是夫唱妇随，你们俩正好掉个儿。你居然学着姐姐玩便装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近朱者赤？那你的嘴越来越厉害了，算不算是随了我？呸，顶多是近墨者黑。讨厌。对了，姐姐要传什么话？我们计划杀掉野原姬子，所以需要掌握她的出行路线和准确的时间。这次可就要靠你了。你们这个计划真大胆呢！万一刺杀行动失败，这个女人没死，她一定会展开难以想象的报复。但是放任她在上海胡来，迟早会是大患。更何况，她如今针对你的行动，已经让我们非常被动了。好吧，你们要的东西我会尽快确认，然后情报放在老地方，你派人去取。放心吧。要不要我参加行动？不用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这个行动你就不要直接参与了。街上为什么这么多人？中佐阁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快下手！EPA 的注意力，
没想到，果然如那个人预言的一样 ，CPA 已经将全部力量集中起来追查我抛出的诱饵。现在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中。大佐说的那个人是什么人？怎么会知道 CPA 的行动？虽然那个人一直通过76号与我联络，如果我推断的没错，他是 CPA 上海部的人，而且身居高位。可是 CPA 的人怎么会跟我们合作？他之所以跟我们合作，恐怕是想铲除竞争对手。很疼吗？你知道吗？诊所里我们的人全部都牺牲了。你是说日本人想利用这个人找到我们，并且炸毁我们的总部？不是，如果目标是总部的话，那个人不会那么早的就引爆炸弹，而且想什么？哎呀，有什么你就说。老贵这次的情报有很大的误导性。你知道，那个人今天早上刚刚被送到诊所，医生没有对他进行任何检查，所以哪来的什么黑索金中毒？还有，这么漏洞百出的伪装是怎么蒙混过关的？你怀疑老贵有问题？如果老贵有问题的话，那么上海 CPA 早就全军覆没了。我只想知道这次的情报是谁告诉他的。没事吧？报告。进来。什么事啊？报告大佐，国内来的急电。大本营的？不是内阁。内阁？内阁电令将派一名特使取到上海去重庆。拿过来。八嘎！内阁那些贪生怕死的混蛋，居然想要和谈？这不可能啊！天皇已经下令1亿玉碎，这一定是内阁绕过军部发出的命令。大佐，我们应该如实向大本营报告此事。不用了。内阁既然派出了特使，可能会切断我们这里与大本营的直接联系。大佐，对于这位特使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严谨少佐，特使的安保工作就交给你负责。嗨。大佐，这……好，不要急躁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去做。哎，听说你受伤了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这点小伤，毛毛雨。那就好。黑索金是吉冈抛出的烟雾，为的是转移我们的视线。吉冈在德国人投降前得到了某种关键技术，他正在进行相关的研究，那应该才是玉碎计划的核心。他果然是在声东击西。不过也不用太过担心，吉冈未必研究出什么，战争可能就结束了。怎么说？
日本内阁派了一名谈判特使来上海，准备去重庆商谈停战。不过这个举措似乎并没有得到天皇的授权，吉冈也不买账。内阁有迹象想要派特使顶替吉冈，阻止玉碎计划，并以此为筹码来谈判。日本人的这个投降条件，从长远看未必是件好事，但是至少目前可以阻止吉冈的疯狂计划。当然，退一万步说，如果现在换一个不熟悉环境的内阁派坐镇上海，那我们的压力也会减小不少。我担心以吉冈的性格，他会狗急跳墙。我会尽力保护特使。走。香烟有吗？吉冈大佐，内阁的电令，想必你已经看过了。方便的话，请尽快做好交接工作。我身负援救帝国命运的大任，无法在上海逗留太久。拯救帝国的命运，需要靠和谈和摇尾乞怜吗？放肆！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是帝国的军人，天皇陛下刚刚下令1亿玉碎，我一定会坚持到底的。你太狂妄了！我相信天皇陛下一定是受到了蛊惑，就是你们这些军人，把帝国带入了如今的境地。内阁已经授权我阻止玉碎计划的实施。你和内阁就是扶不起的阿斗，胆小苟且，根本配不上做帝国的武士。你藤原阁下，敌人军务繁忙，不奉陪了。绝不能由他们掌握。可是内阁已经切断了我们与大本营的联络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干掉藤原。对，杀了藤原。我们派一名优秀的杀手，冒充 CPA 的人，去干掉藤原。这样一来，内阁也无话可说了，他们的讲和计划也破灭了。真是一举两得呀！你很聪明。进来。你们认识吗？没错，德川少佐是我们帝国最优秀的特工之一。我们曾经在北方多次联手对敌。非常好。德川少佐将会负责刺杀藤原。既然你们认识，那么就由你负责协助他的行动吧。嗨。西西小姐真是聪明过人呐！一切都是为了圣战嘛。你说的，为了帝国。
吉冈大佐，你说这种刺杀很普遍。不要以为上海是占领区就放松了警惕，其实和前线没什么两样，甚至更危险。中国人的刺杀是不会间断的，又是让人防不胜防。你想要顺利地接手这里的工作，就必须尽快适应这里的环境。听吉冈大佐的口气，似乎知道刺客是什么人。当然，他们是 CPA 的人。很显然，他们已经知道你要接替我的位置，所以将目标从我的身上转移到你的身上。CPA？ 哈，藤原阁下可能还不知道 ，CPA 是中国反日侨民的暴力组织，他们非常嗜血残忍，是疯狂的亡命徒。吉冈大佐也曾遭到暗杀。他们针对我的袭击已不下100次，已经是家常便饭了。报告，进来。大佐，调查的怎么样了？根据调查，现场留下的狙击枪型号是美式春田狙击枪，这一看就是 CPA 常用的刺杀武器。联系到现场的布局，都显示是 CPA 所做。藤原阁下，对了吧？这些该死的中国人，他们根本没有议和的诚意。我一定会将这里的情况如实向内阁汇报。岩井少佐如果担心能力不足，可以向我或者大佐提出支援申请，或者干脆放弃任务。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这里是上海，一切都在吉冈大佐的掌控中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我什么也不知道啊。不过想想某些人的动作，实在是拙劣。狙击手至少有2次可以杀死藤原特使，却最终只开了1枪，而且杀死的还是护卫。难道 CPA 的战斗素养突然下降了这么多，真是耐人寻味啊！哼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？CPA 的人本来就缺乏训练，实力贫弱，是吗？我倒是记得野原忠佐可是曾经败在了那些缺乏训练和实力贫弱的 CPA 手中。吉冈果然忍不住动了杀机。不过那家伙却想把刺杀特使的脏水泼到咱们头上，把自己摘干净。那么那个藤原相信了吗？快别提了，那个藤原根本就是一个白痴，这么漏洞百出的布局，他居然也会相信。不过正因为这样，才更要保护好他。如果他能替换了吉冈，那我们的工作将会轻松很多。我想吉冈不会让我们如愿的，而且。你除了要保护好藤原之外，最好能抓住吉冈派去的刺客。只要抓住他，我们就能在刺杀事件上做文章，让日本人去收拾他。你可真阴险！过奖了，这叫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能不能成功，就靠西西小姐了。那就预祝我成功吧。哎，老贵，什么时候来的？啊，找路啊？克明，我得到消息，日本人在码头上在等待某个重要的东西。从兵力布置情况来看，这个东西对于吉冈非常重要。我担心和玉碎计划有关。这个情况很重要，可是露露不在，我没办法调动行动队。哎呀，没时间犹豫了，日本人不会给我们那么多时间的，咱们必须得当机立断。那这样吧，我先带人到码头看看。哎，注意安全啊！
贵专员，你怎么来了？露露，我专程在等你啊。出什么事了？日本人有一批东西秘密地到达了上海，正在码头卸货。李克明带着行动队已经去了，伺机破坏。他怎么能擅自行动呢？这很可能是日本人的圈套。是啊，我之前也这么考虑过，但是李克明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。不行，我必须马上去码头。哎，露露，你不能去，你现在是上海公司经理，做事要考虑周全。再说，我们要相信李克明的判断和能力。我们贸然去码头的话，没准会打断李克明的计划，使得。德成君，你连我都信不过吗？当然不是，我是怕你被跟踪。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谨慎，不过我只喜欢你这一点。金刚大总，我们已经发现了 CPA 的人，是否立即展开包围网，将他们一网打尽？哦，他们很谨慎，这些只是来探路的，就算全都抓起来，也动不了他们的根基。
她那个男朋友就是吉冈秘密派出假扮我们刺杀藤原的杀手，他叫德川，跟姬子是特工学校的同学。也许你可以利用这一点，活捉德川。只要德川不死，我们就有办法揭露他刺杀特使的行径。到时候，日本内阁会替我们解决他。我明白该怎么做。以后还是要小心。我会让李克明跟你联系的。对了，李克明呢？有任务去码头了。什么？怎么了？我从宪兵队出来的时候，正好看见吉冈在集合大队人马，直奔码头方向。走。露露，等我一会儿。哎，难道你知道我要回来啊？才一会儿不见你就想我了？你怎么回来了？没碰到吉冈吗？这儿不方便说话，回去再说。这么说，吉冈在码头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。我觉得可能是个巧合。没事就好。我还担心你们被吉冈算计呢。不用担心，我没事。你们两个适可而止吧，收敛着点儿。哎，柯明，哎，回来了，码头行动怎么样？日本人看守得很严密，我跟行动队没有找到机会接近货物。至于西西说的吉冈集合的大批人马，应该是在运输途中那一大批宪兵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派人跟踪了车队，相信很快就会有进一步的消息。看来码头上运的很可能是某种新型材料，吉冈一定会把这些东西送去他的工厂。只要我们把工厂炸掉，那么势必可以毁掉吉冈的计划。进来。大佐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明天刺杀藤原的计划必定万无一失。很好，这一阵子你辛苦了。藤原的事情解决以后，一定会好好慰劳你的。谢谢大佐关照。进。报告，76号传来联络暗号，是海先生。出去。嗨。我早就猜到，他会迫不及待地联络我。大佐，这是我们的神秘盟友，他坐不住了。难道就是大佐之前说的神秘人物？这家伙在码头设局，他想利用我们的手来铲除他的对手。这个中国人，他太天真了，他以为皇军会成为他解决私人恩怨的工具。大佐之前说的大计划，就是要落在这个人身上。没错，他要设局，那我就帮他一把。不过我设的是更大的局，不但要铲除他的竞争对手，我还要把他和整个上海的 CPA 一网打尽。
大佐。岩井小姐，你不去保护藤原特使，来司令部做什么？我是特地来找您的。藤原又提出什么古怪的要求了？不是因为藤原特使。什么事？跟我来。这里没有人会听到我们的谈话。说吧，你发现了什么？报告大佐，我发现野原中佐曾经外出与一个男子幽会。经过调查，那名男子叫德川行久，正是我们特高课的特工。怎么回事？少佐，出事了！怎么回事？报告少佐，司机没注意，车轮被石头卡住了。少废话，赶快修去。嘿。
你就是德川吧？快！如果你能跟我合作，我会保住你的命。你不是吉冈的人，只要你能跟我走，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我的身份。快！你没时间犹豫了。信任，为了一个男人，差点毁掉了整个计划，居然还想杀死岩井少佐。你知道你这样做是代表什么吗？叛国！信任？你什么时候信任过我？我凭什么信任你？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你跟他幽会，跟他上床，我毫无察觉吗？你一定很想问问。为什么一定要杀死德川？好，我告诉你，不是为了保命，而是我无法容忍这么一个卑鄙的男人染指我的女人。你是我的，你是属于我的，任何想要染指你的男人都要死，都要死！谈判特使藤原被杀，虽然吉冈嫁祸 CPA 的事情没有成功，但是吉冈巧妙地回避了日本军部的质疑，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好事，因为这意味着一切恢复原状，吉冈的玉碎计划仍在进行。我派出去跟踪车队的人带回来消息，吉冈秘密工厂的位置已经确定了。根据李队长提供的坐标，我跟盟军交涉，盟军已经派出了高空侦察机，而且已经来了反馈，该地坐标的确存在着不正常的辐射。难道吉冈已经掌握了辐射原料的提取技术？是的，根据分析，码头运来的那批货很有可能就是铀235的分离器。什么？也就是说，吉冈的那个工厂正在制造浓缩铀。